英国路透社16号发布独家报道称，由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与美国情报机构曾签署机密合同，帮助美国建设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报道称，这表明 SpaceX 与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正逐步加深。这家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已不是秘密，但为何爆料仍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路透社的长篇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SpaceX 旗下的星盾业务部门在2021年时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了一份18亿美元的合约，帮助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数百颗间谍卫星，可以在低轨道上成群运行。这些卫星具有地球成像能力，跟踪地面目标，并与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分享数据。消息人士形容，这个强大的卫星网络将让所有人都无处遁形。消息人士还透露，星盾的第一颗原型卫星于2020年发射，是价值约2亿美元的合同的一部分。而这份合同对于 SpaceX 获得随后的18亿美元合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提的是，星盾部门成立于2022年底，专门服务美国政府以及军事部门，使用比星链更高强度的加密功能，以确保数据安全，满足最严格的政府要求。公开资料显示，现阶段星盾主要开展3方面业务：一是实施对地遥感服务；2是实施快速传输遥感数据；3是利用星链卫星平台托管各种军用载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项目，而且这个项目本身对于美国现在跟以后的军事航空也好，军事航天也好，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信息化也好，那么可能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 ，SpaceX 的星盾部门和美国国防部第一份正式合约签署于去年9月1号，最高价值7000万美元。如果路透社的报道属实，则将星盾业务线和五角大楼合作的时间线大大提前。1个月前，《华尔街日报》就曾爆料 ，SpaceX 的星盾部门同一家未知情报机构签订了合约，价值与路透社爆料的一样，为18亿美元，但并没有详细说明情报机构名称。这次被曝与星盾达成合作的美国国家侦察局是美国16个情报机构之一，隶属五角大楼，成立于1961年，专门负责为美国政府设计、组装并发射侦察卫星，并协调、收集和分析从中央情报局以及军事机构的航天飞机、卫星收集到的情报。深圳卫视注意到 ，SpaceX 同美国国家侦察局的合作并不是秘密，但任务内容十分神秘。2022年2月2号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就在美国加州发射了一颗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卫星 L87。此次发射任务公开信息并不多，应甲方要求 ，SpaceX 没有展示火箭上级在前往极地轨道途中的任何图像。并在第一集着陆后结束了网络直播。2个月后，2022年4月17号，同样也是猎鹰9号火箭将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的编号为 L85的卫星送上太空。值得提的是，美国的太空新闻网站曾在2019年2月报道称，美国空军向洛马公司和波音公司合资组建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以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授予价值7.39亿美元的发射合同，计划执行6次任务，其中 SpaceX 获得2.97亿美元的合作订单，发射3颗卫星，其中2颗就是此前提到的 L87和 L85。如今，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成为 SpaceX 的重要客户。其实马斯克在这个起家的过程中，尤其他的火箭项目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一方面呢，他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这个 NASA 跟传统的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之间的博弈。那马斯克呢，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方也好，包括美国的 NASA， 那么用来对抗 ULA 的一种手段。那么因此，我们讲马斯克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发射的经历里面，你看他很多承担的都是美国这种敏感的军事航天的相关的任务，星链这样的，包括在乌克兰已经被证明了这个意义的这种相关的技术。那么美国方面如果不把它用于军事化的话，这个我觉得倒反而不太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特点了。实际上，马斯克以及 SpaceX 的政治立场备受外界关注，他也不止一次陷入地缘争议。此前 ，SpaceX 的星链服务曾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确保乌克兰能够拥有足够的通讯网络。但《华盛顿邮报》2023年9月发布文章，揭露一本新的马斯克传记，内容称乌克兰政府曾于2022年9月寻求星链服务支持，帮助他们攻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舰艇，但遭到马斯克拒绝。
直到今年2月，乌克兰军方指控俄军正在使用星链终端设备，但此番爆料被马斯克坚决否认。随着星盾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越发紧密，外界对于 SpaceX 能否继续在政治上维持暧昧态度感到担忧。按照部署，星盾计划在近地轨道上部署超过1.5万颗卫星，一旦建成，无异于给全世界装上了联网的监控摄像头。即使包括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以及战斗机起飞等军事行动，都很难逃过美国的监控。一旦星盾顺利建成，能够结合对无人机的隐形控制能力，以及应用星链系统定位、搜寻、发现目标的能力，为 F-35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等尖端武器传输打击目标信息。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些反华议员甚至还在推动让驻台美军使用星盾的离谱行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上个月曾致信马斯克，宣称星盾服务当前在台湾及附近地区处于非活跃状态，并警告马斯克，如果不向驻台美军提供星盾，可能会违反其与五角大楼的合同。虽然马斯克立即回应称加拉格尔的指控不实，但并未消除外界对于星盾可能涉足台海问题的疑虑。它是一个美国的企业，美国恰恰又是特别善于用行动力量，那么去进行这种相关行动的一个国家。所以到很多时候，马斯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决定权，那怎么办？那当然还是要继续去应对。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首先要掌握自己的技术，建立自己的相关的体系，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了解，那么对于星链来讲，你应该怎么去应对它。《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旗下公司特斯拉22%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台海问题有着清晰且独立的认知。该报认为，马斯克不会在敏感的政治议题上挑战中国大陆。但民进党当局显然受到了美反华议员的鼓噪，开始策划打造台版星盾。据悉，在确定无法引入星链后，岛内有电信公司引进了英国和印度合资的易网公司提供的类似星链的服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爆料，台当局太空中心正与一些海内外投资者进行初步讨论，从该中心分拆出一家卫星公司的可能性。按照计划，首颗通信卫星将于2026年发射，并在2年内发射第2颗。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美国《纽约时报》就指出，台湾地区的相关产业起步晚，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储备尤其欠缺。台湾地区2003年就提出用自研火箭发射卫星的计划，但目前综合性发射场的选址仍未敲定。据路透社独家报道，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签下大单，正在为美国情报机构组建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情报网。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是的，程倩，与 SpaceX 签订合同的情报机构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侦察局，这是一个冷战意味十足的机构，诞生于1960年8月，是如今美国情报系统16家单位之一，也是举足轻重的大哥，负责管理着大量太空资产。它的缘起要追溯到1960年5月，当时美国空军一架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责成国防部长盖茨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研究从更广袤的太空去完成对苏联的广域侦察与情报搜集。回望历史，审视当下，当美国国家侦察局敲开马斯克的大门，与 SpaceX 签署了这份机密合同，当然是标志性的，它意味着美国军民融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特地浏览了一下 SpaceX 的官方网站。星盾计划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甚至还排在了星链计划之前。已经有好事者跑去打听了，据说 SpaceX 公司正在为星盾计划招募人员，岗位要求写明了要具备国家核心情报准入权限。这意味着从事星盾计划的员工大概率来自美国各大情报机构，而且要么是现役人员，要么是还没有脱密的离退休人员。他们将从事什么工作？大家已经可以猜测了。从总体概念上看，星盾计划主要针对政府实体用户，应用场景是国家安全领域。我甚至可以预测，下一个想要敲开马斯克办公室大门的，很可能是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再把 SpaceX 视为一家单纯的所谓民企。更准确的描述方式应该是业务涵盖民用领域与军用领域的所谓商业公司。那么，星盾计划有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吗？它又将如何改变人类太空博弈的格局呢？朋友们，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星盾计划并不是一个所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此时此刻，一颗搭载着遥感模块的星盾卫星正在划过我们的头顶。星盾计划无疑打响了新冷战时代各国围绕太空竞争的发令枪，它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是它布局的暗线深埋。SpaceX 这家公司的脱颖而出，离不开科技商业狂人马斯克的亲力亲为，当然也离不开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的鼎力支持。某种意义上看 ，SpaceX 既是一家民企，也是一家获得了美国国家层级赋能的民企。SpaceX 的许多关键技术直接就来源于美国的冷战红利。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前不久刚刚进行第3次试射的星舰。它的发动机技术就是得益于美国上个世纪对于重型火箭的研发，它的猎鹰系列火箭的发动机的喷注器更是源于美国当年的阿波罗计划。有人说 SpaceX 的成功是个人奋斗的最佳案例，但我要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所谓举国体制浇灌下的野蛮生长呢？其次是它的布局步步为营。星链计划得以迅速推进，离不开星链计划的成功实施。当我们抬头望去，近地轨道上已经有5500多颗星链卫星了。而如今，美国人决定将它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向军用化转型。也就是说，即便你具备了反卫星能力，这分布式布置的成百上千颗卫星，又该如何一一击落呢？前不久，星舰第3次试射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凭借星链卫星的中继传输，被重力束缚的人们得以实时观看星舰坠入大气层的高清画面。马斯克用又一次失败验证了又一次成功。卫星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2023年12月30号，搭载中科院研制的卫星互联网技术验证卫星的长征2号丙火箭成功发射。我们将用10年的时间着手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星链卫星网，目标是布局2.6万颗卫星，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脚下是行者无疆。